大家好，我是小朱。王总和田小姐的故事是前任道台赘婿的通房丫头扶正后开班教授西方贵族礼仪的故事。对，就是这么拧巴。1977年，26岁的工农兵大学生王石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作。而彼时主管广东政法工作的王宁是王石父亲的战友。王宁从王石的世叔变成岳父用了2年，婚后1年，也就是1979年，王石的女儿出生。工农兵大学生是没有经过高考，通过推荐的方式进入大学学习的。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高考中断了10年，期间的大学生都走的是推荐制。按照这个时间线推，1951年生人的王石，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15岁，也就是初中刚读完，还没上高中。22岁被推荐直接进入大学。哦，对了，他父亲当时是柳州铁路局的副局长。成为王宁女婿的王石，后来进入广东省外经委，负责招商引资的工作。此时他并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这一年的8月，深圳市经济特区成立，他始料未及地踩到了改革浪潮的第一朵浪花。而在珠三角的另一处，1981年的上海，一户盼子心切的冶金工人家庭生下了一个女儿。30年后，王石的女儿要叫这个小自己2岁的妹妹一声妈妈。你爸跟他妈是平辈儿，你们俩是平辈儿。不是照您说这么娶的，我爸爸娶的是闺女。和许多野路子富豪一身谜团的发家史不同，王石的崛起路线十分清晰。蓄势待发的经济特区、优惠的政策和来自岳父的关系网，他靠倒卖玉米饲料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几个月就赚到了40万，那可是人均工资几十元的1983年。那时的深圳就像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一夜暴富的神话每天出现，空气中都漂浮着令人迷醉的金钱味儿。这中间也有过波折，王石遭遇了可能会赔掉所有家当的至暗时刻，妻子陪在他身边，做了一碗素汤面抚慰他，让他重新振作。多年后，这碗素汤面变成了王总给小女友烹制的红烧肉，并被女友以胜利者之姿发出来嘚瑟。我相信从素汤面到红烧肉，是王石从充满质感的硬汉总裁沦落到油腻好色的阔老头子的物理性分水岭。而生发这场质变的介质，是一个一天不装逼就烧得慌的娇妻。1984年，王石用第一桶金创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就是万科的前身。同时，躁动的改革浪潮正奔涌而来，每朵浪花都带着机遇和金钱。1988年，万科进入地产领域，让王石跻身富豪行列。可以说，王石的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踏到了正确的位置。万科3年后上市，王石身家100亿，成为中国地产教父。我们现在所说的财务自由，王石在1990年左右已经实现，但他真正被记住、被膜拜，进而成为比明星更有质感的偶像，是因为登山。富豪很多，但舍得放手生意、寄情于山水间的不多，而专注登山的只有王石一个。我从未见过任何一种运动像登山一样能文能武。文是因为攀登就是向上、向远方，绵延曲折没有尽头，抵达一个未知，像思念的形状。武是因为登山代表进取、征服和眺望，霸总气息直达天灵盖。攀登给王总赋能，让他成为了硬汉的代表。可以说他是硬汉里面最豪的，富豪里面最硬的。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是许多中国人的完美偶像。我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不是我欣赏不了花美男，而是我经历过硬汉当道的时代。你的眉毛啊、眼睛这边有化妆嘛，是吧？对，画了一点点。给人的直觉的观感是有点脂粉气。弹幕里说要尔冬升去看眼科的，就你们也配？尔冬升年轻的时候是靠卖相走江湖的，美丑能不能分得清另说，
男女他总能分得清吧？来，站着别动，我给你找顶假发扣上。你就坦白说，你是不是和这个康熙校花是亲姐妹？那些有棱有角、有血有肉的汉子，先入为主的在我审美里扎了根。如果这时候你非要让我说花美男好，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是杀之不尽的。据说现在一直有人想翻拍《水浒传》，结果拍不了，因为全国上下都凑不齐105个像样的纯爷们儿。有点知名度、模样彪悍的35岁以下男星，里外里扒拉一遍，顶多凑20个，一辆大巴车都坐不满。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如果年龄放宽到50岁，把张涵予、姜文这种超龄的也硬塞进去，大概能凑100人，但那就变成了中老年梁山好汉了。王总1999年登玉珠山，一路攀爬，4年后终于登顶珠峰。那年在双流机场，记者围着他采访，万一攀登失败了怎么办？王总从容回答，腿到不了的地方，眼可以到达；眼到不了的地方，心可以到达。王总是懂语言艺术的。登山的技术问题一旦上升到哲学境界，王总瞬间封神。此时位高权重的岳父已经退休，但是余威犹在。财经记者在王总办公室里看到过一张他岳父的墨宝，上书意味深长的3个大字。这是我岳父给我写的一幅字，叫远归人。因为我经常在外边嘛，经常是登山呐。他觉得他的女婿呢是这么个特点。有这3个字压在头上，大佬想必真的不敢行差踏错。远归人我觉得那好像是个提醒。当然他那个着眼点是在那个第2个字嘛，要回来。据说他已经和给他煮素汤面的发妻分居多年，也有红颜，却也只好紧紧拉扯着那块叫婚姻的旧红布，坚持不懈地拿到人品和事业的双料冠军。可拿到又怎么样呢？万一碰上个年轻的女人，开启人生第2春，好像也不是不可能。他这个年龄的富豪，大多已经老来得妻又得子，家庭已经重新洗牌了一轮。吃相难看那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实惠才是自己的。谁有谁知道？世间任何的好滋味都是夜深人静自己咂巴出来的，恰好就像60岁男人做出来的红烧肉，没点小酒照样把18线女性吃醉了。他们说这个女孩很现实，然后很爱钱，很有目的性。那我是生活里头，我是看到这种人我会躲的。我很怕一个人做事很有目的性，因为可能我是一个做事比较随性的人。当然，此刻距离田小姐吃到红烧肉还要几年，她还在娱乐圈刨食，但已经预感到前途一片暗淡。2003年，田小姐在王晶的电影《神勇铁金刚》里跑了个龙套，后面又拍了《求爱上上签》和《韩城攻略》等片子。到2006年拍到获奖无数的伊莎贝拉，还在跑龙套。期间唯一让人略有印象的，一是《韩城攻略》的开机仪式，天寒地冻，只有他为了出位穿低胸紧贴梁朝伟；二是在《三更之饺子》里面和梁家辉的一段激情床戏。由此可见，田小姐一直野心勃勃，一直不断进取，只可惜她的容貌有限，即便是脱了，即便肉搏了，都没有弄出半点水花。在香港前前后后混了3年，混不出任何名堂。田小姐最可贵的一点是心思活，路子野。她毫不恋战，立刻回大陆报了长江商学院的 EMBA。老婆饼没老婆，鱼香肉丝没鱼。那么长江商学院真的是学商的学院吗？我觉得设计这个校徽的人是懂人心的，横看竖看都是3。那这个是什么？是已经勾搭成功入洞房的意思吗？万科上海区总经理孙佳和安徽台的资深主持人就是在长江商学院认识的，婚礼上王石还做了证婚人，而女星郑罗倩也是嫁给了在长江商学院的一个男同学。都说从校服到婚纱才是纯爱，你也别看不起人，人家这几对儿
谁不是从校服到婚纱的？哦，对了，我前几期提到的郎教授和他的那位空姐女友，也是在长江商学院勾搭上的。知识改变命运这话吧，我觉得是有大智慧的。想吃这个，这上面写了呀，小孩不能吃。这个叫我小猪呢。我江湖传言田小姐就是在长江商学院搭上王总的，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是这样，她就不必在2007年穿着性感吊带飞扑球星巴乔了。那次她不仅献上香吻，还送上写着我非常需要你强烈的拥抱的告白信。为了红，田小姐的确想了不少歪招，但就这也没人接招，多少就有点心酸了。说他傍大款，很多来讲都觉得我现在是二婚呢，我那年轻媳妇儿都觉得他傍上我了。我现在给你们交个底，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现金存款比我多。大家不知道吧？他不是拍广告啊，他是香港有一家非常现在影响力非常好的企业，瑞安，大家知道吧？瑞安，他是瑞安的房地产瑞安公司的大陆的房地产顾问。王总你也太逗了，我以为你说出瑞安的时候，后面能憋出什么大招呢？掌上好先生，你看你有什么需要？先生，请坐，我来帮您介绍。先生，这个户型看着你好。先生，你要看好一点成造。就在田小姐卖楼期间，认识了地产圈的大佬万通的老板冯仑。冯仑投资了一家高端旅行社，时不时攒个局，请一帮商界的朋友出国旅行，偶尔也会带几个小明星随行。在2008年的一个局里，他请了王石，而随行的小明星是田小姐，目的地是哈瓦那。这次旅行非常低调隐秘，王总和田小姐之间发生了什么无从知晓，但两个人火急火燎的在短暂的行程里确认过了眼神应该是真的。因为3年后田小姐新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昵称就是哈瓦那娜，想必这次哈瓦那之行对她意义非凡。经过这么冗长的铺陈，10年27岁的田小姐和57岁的王总的故事终于拉开了序幕。哈瓦那之行后不久，田小姐出演的《相思树》上映。记者采访时她说，优点就是很 man 啊。这里请注意，此时距离2012年她既暗度陈仓又明目张胆嘚瑟笨笨红烧肉还有4年，但她拿王石炒作话题此时已经开始了。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田小姐对这段前途未卜的感情虽不能说是胜券在握，但至少应该是拿到了50%的把握，所以蹭王石蹭得坦然从容。2008年汶川地震，王石因为捐款事件被群罚，这件事让他学会了沉默。同时，沉默的王总开始环球旅行，带着田小姐。彼时他们的关系是富豪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各取所需、进退自如的男女朋友关系。富豪打下了半壁江山，熬到人生下半场，熬成了富贵闲人。资本累积过程中吃的苦，受的累，此刻才要一点一点清算，甚至带着恶狠狠的找补的心态。年轻漂亮的伴侣通常是找补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而18线的小明星深知傍到一棵大树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至于富豪的家庭妻小，富豪已经不在乎了，他们就更不必在乎。这个社会最悲哀的是什么呢？不是社会道德水平下滑，也不是失去了道德底线，也不是没有道德模范。最糟糕的就是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在坚持给有道德底线的人上课，这是最悲哀的事。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我从来不相信这句鬼话，因为我没有见到哪个女人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2010年，王总第2次登顶珠峰后，第一时间给太太电话，也煽情了一把。我登顶中的每一步，都如我们婚姻中走过的每一天。
虽然平凡，但都为幸福积蓄着力量。王总是不是作秀我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刻的田小姐至于王总仍是情人关系。1年后，王总前脚去哈佛游学，田小姐后脚就直奔纽约读书。哎呀，我还是肤浅了，英语都讲不利索的土鳖老财和自己中戏高职班都没毕业的情人，原来呀都是酷爱学习的人。俩人在此期间的约会故事后来被田小姐写进了专栏。她说王总连续请她吃了5顿饭，结果3顿没带钱。田小姐带着怒火赴约第4顿饭，第5顿就等来了王总的表白。3句话让男人为我花了18万，我是一个很善于让男人为我花钱的精通人性的女讲师。3顿饭让男人请我吃了一辈子饭，我是一个很善于崩有钱老头的精通人性的独立女性。这位超级自律的中国明星企业家，在股份制改造的时候放弃了股权财富。在女人方面，她同样自律，尽管认识不少精英女性，但她过去60多年里极少有绯闻流出。但再强硬的男人也抵挡不住年轻漂亮女人的万般套路。王总后来在万科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段关系的拖累。在他最初站出来怒斥宝能时，刷屏最凶的段子是你抢了年轻人的女人，年轻人抢你的公司。偏偏田小姐也不争气，要挑王总的危情时刻站出来刷存在感，甚至还有脸出来做了一场著名的演讲。我跟自己说，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要依靠男人，我发誓我这辈子要比男人强。讲到深情处，田小姐的声音都有些哽咽，笑得我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差点掉了。这真是一个让人怒从心头起的发誓。明明主动追求的这段关系，并暗自从万科和王总身上捞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和关系网，却偏偏要在所有公共场合摆出受害者的姿态。靠王总才过上好日子的田小姐，独立一直是她的心魔。她对独立女性的渴望望眼欲穿，甚至走火入魔到像祥林嫂，只要见人就拉住一顿疯狂输出。别在意别人对你的眼光，别在意别人对你的评说，更别在意别人对你的下的定义。一个人如果不切实际的、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近乎病态的去打造自己某方面的人设，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这方面恰恰是极度匮乏、极度荒芜、极度心虚又极度渴望的。无意中听到了我爸爸跟我妈妈说的一句话，他们站在阳台上，我爸爸跟我妈妈说我做梦都想有个儿子。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让他有极强的厌女情节，已经认定了男人永远强，女人永远弱的刻板印象。所以拧巴的田小姐迫切的反复强调的话题永远只有一个：自强和独立。甚至他拍的纪录片《谢谢你纽约》也是干这活的，里面写了他如何从一个枕头一个箱子开始，在异国他乡打拼。但这片子拍得太浅了，浅到看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村姑到北京当服务员，不小心嫁给了一个北京户口的大爷，然后回村秀自己的金戒指和挨批属地全是北京的朋友圈。那你觉得我是独立女性吗？当然是啊。那为什么他们都觉得我不是呢？这个每个人有每人自己认知的权利嘛。这里就会扯出一个特别拗口的问题：要询问老公自己是否独立女性的独立女性，到底是不是独立女性呢？我们都知道是生存艰难，生存艰难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女人被包养这件事儿呢，是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出来大谈经济独立对妇女人格和职业尊严是这个个人尊严的重要性，你不觉得很古怪吗？古有岳母刺字，我觉得吧，田小姐不如干脆把独立女性这4个字刺到背上，一年四季穿大露背，既性感又独立，多好啊！田小姐塑造自己是独立女性，一定要弱化王总。她给王总的定位是吃他软饭的窝囊废。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我告诉你，我要换车，不是让你给我买，
是我自己花自己的钱买，所以呢，你只是被告知，但是你没有决定权，听明白了吗？田小姐真是黑色幽默大师，看这法海一样的一指禅功，这咄咄逼人的架势，想必以田小姐浅薄的认知，她对独立女性的构想也就这副德行吧。而且她日理万机，而王总呢，总是闲得发慌。说中午怎么安排？我说中午我要录节目，我不能出去。我说除非你来公司找我，我们简单的吃一个盒饭。然后但是我说了，我公司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一些外人要来，不是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些人。我问他你介不介意？他说那我得跟你吃个饭呢，所以他就会到我公司来，我们吃了个饭，然后顺便聊了聊。这场景可以写一部现成的霸总和我的魔人小娇妻。这里的霸总是田小姐。善良的反义词不是邪恶，而是自私。田小姐通过王总获得了让世界听她讲述的机会，然后她讲了许多有的没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最后说我的一切与王总无关，我是靠自己成功的。她甚至还好心地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性别去谋利，只要这样做了，江湖上就会有不停的传闻说你跟这个有一腿，跟那个有一腿。我自认为我在地产圈的名声还不错。当然这都不算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俩货竟浓眉大眼的凑一块儿在讨论爱是什么。你觉得爱是什么？爱是包容。你俩可别说了，我笑得把我家狗都吓醒了，现在正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你就说该怎么办吧。2012年，王总在田小姐口中变成了笨笨，对 ，stupid 的那个笨。笨笨下厨做了一锅看着挺埋汰的红烧肉，田小姐吃掉半锅，香得直咂巴嘴。挺好吃的，我就一口气吃了半锅。我上次听谁吃肉按锅计的，还是《西游记》74回里在狮驼岭打怪的猪八戒。那时大家还不知道这个笨笨意欲何人，但在当时这么明目张胆地发出来，田小姐多少是有点逼宫的意思了。此时岳父已经89岁，意识不太清醒，而王总早已大权在握，早就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田小姐在这年10月又转发了一条博文，同时艾特王石。博文的内容是水瓶座会迷上双鱼座，暗戳戳秀恩爱，明晃晃逼宫。但是这次眼见的他逼紧了，你逼这么紧，我受不了了。只可惜当时田小姐的存在感太低，这事儿没溅起一点水花。差不多1个月之后，他们的恋情被万科的一个大 V 员工戳破。大家顺着田小姐的微博往上推，哟，原来这货搞事情搞挺长时间的了。2013年，王总的岳父去世，王总仍以女婿的身份献花，但当时他已和太太离婚，田小姐已经登堂入室。有钱了干嘛呢？基本是3件事。第一，感谢祖宗，修李子坟；第二个呢，赌博；第三个呢，娶小老婆。这3个我当然都不想。至于为何田小姐会选王总，她说：如果他没钱，你会找他吗？我觉得颜值是我看中的第一要素，说实话，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颜控。哟，你要这么聊天，我可就不困了啊！夸我富的听多了，夸我帅的我还是头回听。东哥说：这配方我熟啊。我这人脸盲，就是根本分不清楚谁漂亮不漂亮。说实话，我跟她在一起不是因为她漂亮，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漂不漂亮。因为觉得人比较这很心地非常善良和纯洁的、纯粹的一个人。这时马云在旁边微微一笑，淡淡说：我也参赛。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因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是1个月拿91块钱，我当老师的时候。撒贝宁要是真憋出个3长2短，好歹也算是工伤。在过去的几年中，田小姐消费的是王总，而随之折损的却是万科核心管理团队对万科的背书。王总和万科多年积累的声望、人脉全部打折输送，成就了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奇女子，同时也成就了这场让人刮目相看的田朴珺打脸大赏。下期我会聊1鱼2吃的田小姐99万学费的贵族培训班和王总的赛艇训练营。
我是小猪，记得订阅哦，下期见，拜拜。